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大手哥。今天继续看一拆一，为节省时间，后者已经提前干稀碎，哪里用到哪里说。实测部分平台选择了37梦魇，素皮加深的华为 P70 Ultra 极为刁钻，飞智 B7X 横向大战红魔36瓦，是毫不意外的功率说话被就地摩擦，还是逆风翻盘化身黑马？朋友们可以开始下注了。飞智 B7X 上手，外表可以说是完整沿袭了前作，身形、大小、重量、手感，外带炸裂的 RGB 看起来全部几无二致。这尽管依旧饱含对轻巧紧凑凝练的偏执，但近乎固定的制式难免会令人觉得多少有点新鲜感缺失。也许换做 B6X 或者 B6X Turbo 会更加符合认知吧。当然好在我还买了个骚气的联名款，从包装到本体，从配色到印花，甚至 APP 当中都出号机了个彻底。除原本最应注入灵魂的电源线还是标准版的那根之外，总体更具诚意。话说毕竟外壳是双层，要不下回咱直接做成可裁卸试试，既能增加个性化选择，又不致成本上升太多，岂不美哉？好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联名款如何？和标准版相比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。相似底下暂且抛开其他，30G 这块侧边保留一定弧度，或者干脆就是圆形，即便绝对宽度更宽，在握持方面也几乎注定要优于方正直边，因为空间充沛时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多出的宽度其实并不会产生什么太大区别。反倒狭小的情况下，没有四角遮挡的圆形可以让手指获得显著更为舒展的姿态。有同学可能会说，那如果红魔进一步收窄，是不是就可以抹平了呢？理论上没问题，但坦率讲，实际恐怕做不了了，毕竟主打磁吸嘛。事实上，现在的宽度就已经逼近极限。iPhone 15 Pro Max 为例，可以看到哥们内置磁铁所组成的圆环适配直径大致为50毫米，而红魔已经压到了47左右，这点对吸力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。使用常见便签纸实测 ，B7X 最多可以穿透13张，约 1.17毫米，而红魔则4张封顶，止步 0.36毫米，不到前者的31%，懂我意思吧？再小这个事儿就说不通了。聚冷板同样保持了与接触面近乎1:1的规格，不存在缩水，中径厚度实测大致 0.15毫米，看起来比较扎实，当然肯定没有红魔宽大厚重的那么夸张。另外，尽管哥俩功率不同，但制冷片长宽尺寸相同，两相加 ，B7X 在空载时的压力自然相对小一点。有意思的是，不同于常见胶水，B7X 聚冷板似乎是使用了某种导热的双面胶来与机身粘合，覆盖除制冷片外的全部剩余范围。咱不清楚具体实际作用，但或许更有助于均冷效果吧。接下来软件得插一嘴，以防到后面实测时朋友们不知道这个最高档位是啥。本次 B7X 软件层面可谓是朝着深度与硬核疯狂策马扬鞭，一骑绝尘。原有固定频率模式进一步细化的基础上，智能变频也新增专家模式，开放了颇为深度的自定义选项，制冷目标温度以及风扇转速均可自行设置。简单理解，倘若结合档位选择，理论上你将能获得拥有多达484种组合的客制化变频体验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甚至可以关闭它的过冷保护。后续所有实测内容为控制变量都将采用固定频率加5500转风扇加极强模式，再加关闭过冷保护进行，使 B7X 始终处在最高输出。此刻估计有同学已经察觉最高档位一找，但变频就算给了选项，没有参考数据盲飞，其实很难真正用得起来。不要着急，这把台贴心的给你整了个数据看板，涵盖冷热面各自温度、实时风扇转速以及制冷片状态。同时筛解不难看出，飞智的制冷片比常见多一组线，这个其实连的就是温度传感器，为实现精准智能变频，温感内置在了制冷片当中。得益于此，看板数值的准确性足以帮你打造专属制冷模式，可玩性还是很高的。最后设置好的不同模式使用中，还可以通过长按顶部物联键辅以 RGB 灯光指示，在不打断游戏过程的前提下直接进行切换，十分方便。RGB 灯带除颜色和模式外，依然支持单独开关，也能自由调节亮度。简单了解。风道方面，直接从散热片就不难判断，仍为此前的十字形出风。优点4项急速喷射，在紧凑身形下能够获得不俗的效率，同时将热风对手机机身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。缺点左右两侧会吹手，感觉下次可以考虑换为 X 型出风，也许会更加周全。观察主板设计，除原件表面做了一定的三方机处理增强可靠性外，三明治结构基础上，主板背面还进行了全方位的隔热，加之双层外壳，尽管热力图当中看起来可能少部分区域仍有发热存在，但在实际使用中体感并不算热，尤其相较红魔搭个手指还是比较舒适的。只是散热片本身或许由于功率提升的缘故，却有发烫的情况。室温25摄氏度运行10分钟后，大致会来到45摄氏度左右，比红魔高2度。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本次外壳特地增加了栏杆的主要原因吧，降低直接按到的可能。噪音方面，本次小风扇看起来应该是升级了，中间主体部分似乎更为纤薄紧凑。参考红魔实测最高档位下，等效连续升压级约为 39.1 分贝，比红魔低了 2.6 分贝，可以说是显著更加安静。1/3被拼成分析，此时 B7X 噪音更多是集中在感知相对没那么强的超低频，所以尽管最高档位，但听感整体反倒会有点像红魔默认时偏静音的设置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简单感受下。
好了，至此我觉得有必要了解的技术情况就终于算是讲完了，剩下该往死里磕了。空载测试，室温25摄氏度环境下，两者不论降温幅度还是速度都非常相近。红魔起手降温速度稍快一丢丢，不过两者冷面最冷点到达0摄氏度的时间却几乎一致，均在30秒左右。此后红魔由于功率断崖式回撤，并没有明显过渡的过程，前面极限冲高产生的热量导致30到180秒之间稍显吃力，没有飞智看起来那么平顺。但好在殊途同归，哥俩同样在5分钟左右进入稳态。此时最冷点温度重叠，飞智最低温零下5.1摄氏度，红魔零下5摄氏度。进一步统计分析，0摄氏度后区间，飞智平均为零下4.68摄氏度，红魔零下4.34摄氏度。总体而言区别不大，只是过程中飞智平均21.64瓦，红魔24.75瓦，哥们多付出的3.1瓦似乎并没能获得明显的相应收益。例如此前猜测，空载这块确实并非红魔优势项目，所以考虑到均冷板差异，具体还是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再做判断。先让我们愉快的掏出地狱级难度的华为 P70 Ultra， 后续测试两位老铁将使用各自的磁吸片进行装载，安装位置统一尽量靠上。首先为什么说这玩意儿是地狱级难度呢？烤鸡日类图不难看出，这玩意儿的发热几乎完美避开了散热器可覆盖的区域，再加之素皮材质，总体可以说是对散热器不友好到了极致。当然有同学可能要说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华为不是还有个液冷壳吗？但是讲那个除了看着炫酷，能提供饱满的情绪价值之外，实际作用你懂的。个人觉得还是散热器更加明智。那么实测效果几何呢？和想象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原以为红魔可能只是空载会吃力，没想到横向来看，上机也没能讨得什么显著便宜。两者高度相似 ，P70 Ultra 获得了同样的性能释放，手机内部温度45度也可以说是完全一致。周深5面最热点平均下降在7.7摄氏度左右，两者仅仅相差0.2摄氏度，说是误差倒也并不过分。大概3个事情：第一，尽管战况异常的焦灼，但倘若论效能的话，这个局面恐怕就是飞智更强了。第二，结合温度情况与热力图，不排除 B7X 的出风还是略微加热了机身的可能。就算抛除直接影响，实际使用中在双手的作用下，机身上下两端附近的供气也注定是要高于环境温度，这点可能稍对效果产生了掣肘。第三 ，P70 Ultra 依然是 9000S 同款马力昂910，此处的性能效能看起来均和此前没有太显著的区别。不过参考 Mate 60 Pro 本环节 CPU、GPU 分别超过70与80摄氏度的历史情况，P70 Ultra 单机时的57.4和71.9摄氏度显然是好太多了。可以说本次麒麟工艺的升级结合主频调整，为发热这块带来了巨大改善。30摄氏度最高画质原神，首先 P70 Ultra 渲染分辨率大致在650到660P 左右，并非 720P， 这点虽未对肉眼观感产生太大影响，但渲染压力比一般机型是要小一些。帧率方面，尽管单机呈现60、50、35帧的阶梯式降帧，但在工艺升级加降低分辨率加关不掉的 GPU Turbo 3板斧加持下，仅用不到5瓦即砍下平均46.5帧，不说在8.3非游戏手机中横着走吧，反正平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同时26.8帧的1%漏表现不俗，关键就算内部有点热，机身表面说实话反倒还挺低的，在这点上很难说有哪个8.3旗舰能干得过。回到主题，今天两位老铁都能令 P70 Ultra 平均帧率接近满帧，但一如烤鸡，两者还是继续打了个寂寞。周深5面最热点温度仍然难分伯仲，平均仅仅相差0.24摄氏度。不过飞智这边内部温度 CPU、GPU、电池平均比红魔低了将近1.3摄氏度，倘若不是风道影响，恐怕就是内外皆如此了，还是小胜半筹。为什么这里都没有说相比单机时低了多少呢？因为单机输出只拿到5瓦，比装载背夹的6.3瓦要低得多，前后发热是不一样的。来到星铁 P70 Ultra 虽然渲染分辨率未见明显缩水，但是 GPU Turbo 基础上又强制锁定了超级帧率补帧，这东西的特点是体感会明显弱于监测回报，就算测得满帧，实际你也会觉得有点卡卡的，同时伴随一定程度拖影。当然毕竟性能上限摆在这儿，如果不是超级补帧的话，只能玩 PPT， 所以作为曲线救国的方式倒也算不得什么问题，只是因为这个事儿本身容易产生误导。麒麟的星铁目前比不了8.3，所以插一嘴简单了解。然后场面就突然复杂了起来。相比单机 P70 Ultra 装载背夹后，尽管监测的平均帧率来到近乎满帧，但同时上涨的 1.5 瓦输出在本条件下所带来的发热也几乎恰好抹平了散热器降温。于是不论是否装载散热器，周深温度区别都并不明显，甚至内部温度反而是增加的。此时 P70 Ultra 输出相近的前提下，红魔这边的周深最热点平均温度高于单机，内部上升幅度也要大于飞智。可以说如果飞智算作勉强维持，那红魔则基本属于原地倒挂了。看到这儿，相信不少同学应该和我一样产生了相同的疑问，就是红魔按理不该如此，那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首先我想到的是磁吸片，红魔本次的磁吸片相对属于又厚又大，比冷面还要大一圈。那撤掉磁吸片，单纯使用背夹形态会不会改善效果呢？并不会。星铁结果令人心态炸裂，背夹形态明显效果更差了。于是为尽可能减少变量，缩小误差，我又再次进行了烤机，折腾半天，很可惜背夹仍旧弱于使用磁吸片。
至此，几乎可以确定红魔5 Pro 身上存在2点底 buff。第一点，比如功率小很多的飞智，在集中火力力透击背的时候，红魔的大聚冷板加大磁吸片反倒对自身形成了相当的负担，且不只是空载，实际使用中亦是如此。第二点，即使风道已经尽可能的做了避让，但这个塑料框还是给散热带来了不小的影响，甚至很可能促使部分热风始终在直接反向加热机身。综上，也就促成了本次红魔明明看起来哪里都很强，实际却与功率小很多的飞智 B7X 难分高下，甚至往死里抠还略弱的尴尬局面。留给我们的启示是，如果你想拿到红魔5 Pro 的最佳效果，那么最好手机自带磁吸，其次是使用磁吸片。至于背夹的塑料框，除非没办法，或者你能接受底 buff， 否则不建议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如果你都坚持看到这儿了，那说明你可能比我还变不是比我更有探究精神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有啥用，但反正要选散热器的话，起码飞智 B7X 或者红魔5 Pro， 保证没人比你了解的更多了。总体看下来，本次飞智的提升显然高于外表的变化，甚至绝对能力对战36瓦的红魔也毫不逊色，超出预期。但是这哥们最大的精髓还是在于智能变频控温，尤其结合本次进一步开放细化的软件，在自由度与可玩性等方面，基本可以说是怼到了无出其右的境界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把 B7X 的表现如何？与红魔5 Pro 之间，你又将怎样抉择呢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